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我们又回来统帅猜测了。那可能国际服的玩家会觉得说，哈，不是才刚出现白起跟德川家康吗？甚至我都还没有带出去用，你就已经开始推测新的工兵统帅了。那对于国际服玩家来说，或许会有一点快了，但是对于国服的玩家来说，已经是不快了，因为已经过了2个星期的时间，甚至第3个星期都快要结束了。上次国服推出白起的日期是在4月21日。国际服是在5月5日，那么如果我们要推测下一代的工兵出现时间呢，也是跟着这边的时间表，就是相隔70天之后，换算下来也就等于说国服出现新工兵的时间就是在6月30日，然后国际服是在7月14日。但是现在都已经5月尾了，即将要进入6月了，所以这个时间确实是过得还蛮快的，只剩下1个月半的时间左右可以让大家去准备。当然这个相隔70天呢，也只是大概的固定时间而已，有可能策划会提前或者是延迟，不过暂时来说应该不会提前因为还没有到特别的日子，有时候会在周年庆又或者是在新年的时候时间会稍微提快一点，就比方说之前的刘彻又或者是亚瑟王，他们出现的时间其实是比较快一点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猜测新的工兵统帅会有什么样的技能。那说实话，现在工兵统帅进入了一个尴尬期。什么尴尬期呢？除了现在工兵统帅在野战搭配呢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表现不太好之外，还有就是他们搭配的问题。珍珠跟崔英他们是第1代的真实伤害统帅，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情况就跟以前刘彻刚推出的时候差不多。那如果这一次推出真实伤害的话，可能会像华莱士还有小 CP 刚推出的时候，严格来讲，如果是说野战统帅，你可能可以用珍珠搭配新的工兵统帅，又或者是珍珠做副将，然后新的工兵统帅做主将之类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对于集结跟驻防来说，问题就比较大一点。根据官方的规律，通常是集结驻防，集结驻防。上一次是出现崔莹跟珍珠，一个驻防一个野战，那么这一次顾名思义就是它会出现一个野战一个集结的。那崔英他的技能是已经被绑死了，必须要做驻防才可以使用，也就是说新的工兵集结统帅可能要搭配一些真实伤害的野战统帅来使用，有可能是新一代的工兵，也有可能是搭配珍珠。但是从这几代的统帅技能设计来看呢，我觉得策划也没有这么笨就是设计这个统帅是完全不能搭配旧的统帅使用。至少上次珍珠的技能是有留一手它有2种伤害可以搭配技能统帅，又或者是搭配真实伤害统帅。所以我觉得新的工兵集结统帅呢，可能也是有2种伤害，一个真实，一个是技能伤害，也有可能存在各一个而已，要么就是真实，要么就是技能伤害。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会比较希望官方能够推出技能伤害的统帅，因为大多数之前的工兵统帅，尤其是集结的都是技能伤害的，没有真实伤害的。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话，可能适配性不是这么高，毕竟现在崔莹就算是能够驻防，也是搭配菠萝头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不然就是要某一些步兵的驻防统帅转换了兵种才可以搭配在一起，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就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有可能2个新的真实伤害统帅可以搭配在一起做集结，怎么样呢？因为我相信在未来新版的水晶科技当中，大多数玩家都会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攻击力，而且新版本的水晶科技可以让野外的部队生存的时间更长了，也就是说它可以打集结的时间更久了，对于集结方来说未必是个好事情。尤其是技能伤害的工兵集结统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经历过，就是你的工兵集结开出去，然后对方一下子就把你的集结给打掉了。所以我觉得新的工兵集结统帅设计真实伤害的话，可能是一件好事情也说不定呢。因为真实伤害多数的伤害呢都是来自于治疗，只要你治疗的能力越强，你能够打出去的伤害就越高。如果新的工兵统帅这2者都兼顾的话，可能未来的工兵集结就不会这么快就直接被人家融化掉了。那可能未来的工兵集结又会变成伤害比较高，但是又能回血又能坦住的集结呢？当然这个也只是我希望而已因为在我看了这么多年下来，尤其是从爱德华的那一代开始看起，全部的工兵统帅都是输出很高，但是真的很脆皮。尽管在后来设计的一些工兵集结统帅里面有一些反击伤害提升，但是也避免不了是直接被人家给围死。
所以我觉得新的工兵统帅设计的想法可以像崔英这样子，可能伤害不是这么高，还是需要靠另外一个工兵统帅是负责提升伤害的，但是另外一位统帅就可以设计成他回血又多，然后又有反击伤害，可能这样子效果会比较好呢。至于另外一个野战的工兵统帅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珍珠的情况也是跟之前差不多，因为如果你们现在搭配珍珠的话，要么就是用诸葛亮，不然就是海尔曼，但是诸葛亮跟海尔曼都没有治疗的能力，但是珍珠的技能又非常依赖治疗，因为它是用真实伤害，所以如果要带动起珍珠的话，新的工兵统帅一定也是要有真实伤害，否则如果官方再推出技能伤害，那珍珠的地位还是很难变动了。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推出了新的工兵统帅，尤其是有真实伤害的话，我相信大多数玩家也不会选择珍珠，因为珍珠是单体的统帅。既然都说到这一点了，我们也是顺便说一下，这一次的工兵统帅大概率应该也是有 AOE 的，因为上一代推出的贝利、华莱士、珍珠全部都是单体统帅，但是你们可以看第10代的步兵还有骑兵、亚瑟还有白起都有 AOE， 而且一个半圆形5个目标，所以如果你们看到这一次推出的新工兵统帅没有 AOE 的话，你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工兵真的是被官方给针对了，他们不在乎工兵了。那我们回到技能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推出了真实伤害可以搭配珍珠一起使用，但是真实伤害真的有必要存在吗？工兵统帅真的有没有必要增加这么多的治疗呢？ OK， 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之后推出新的水晶科技，就意味着大多数玩家在战场上生存的时间更久，那你就可以慢慢去思考你要攻击哪个目标，肯定是工兵优先了。像我之前就有发布过影片跟大家讲过，如果是优先攻击珍珠的话，那么你的部队生存的能力是比起对方还要更少的，因为珍珠它一直不断的在回血，你再打一个类似像理查这样子的统帅，而且他的伤害也不低，就变成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打一个坦克，然后其他的玩家、其他的统帅全部在乱丢 AOE， 然后你很快就被 AOE 给打死了。所以之后工兵统帅依然还出现真实伤害能够回血，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但老实说，不管有没有真实伤害，不管有没有治疗的好，只要被围殴，你的报告都不会好看。只是真实伤害你拥有治疗的时候，你的报告不会比起用技能伤害还要来得更糟糕。并且我觉得，如果新的工兵统帅真的是真实伤害有治疗的话，可能他的治疗效果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队伍或者是队友，不只是提升了工兵的生存能力，还提升了自己队友的生存能力。当然我也相信现在不少的玩家都会说，哎呀，现在我们是以输出为主，以攻击为主啊，你这个治疗有什么用呢？你都打不出多少伤害。我觉得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虽然说新版的水晶科技可以提升生命防御还有伤害减免，除了你需要更加多的伤害之外，其实你也是需要更多的 buff。因为我买水晶科技，你也买水晶科技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存活的时间，我们打出去的伤害都是差不多的，毕竟统帅也是差不多，装备军器应该也是蛮接近的吧。这个时候就要看哪一方的 buff 比较多了。那假设说我的统帅可以提升怒气，可以提升伤害，又或者是有 debuff 可以减少你的能力，这样才会稍微有一点差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之前的影片中我推荐项羽的原因，不是因为项羽的伤害有多高，哎呀拜托，他是以前的统帅了，他伤害不可能会高的，主要还是利用了他快速释放技能的机制，快速的让对方的防御力下降，并且是有携带图拉针的情况下，图拉针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内释放技能，可以让我的队伍全部都获得 buff。可能你只是需要2到3个回合就可以把你的敌人给处理掉了。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玩家应该都是在考虑着到底要用回现在7个部队都是输出的搭配呢，又或者是要增加一些 buff 的队伍进去里面了呢。所以我在想着说，如果新的工兵统帅他是真实伤害并且是有治疗，他的治疗又可以帮助到自己或者是队友的话，就相当于有辅助的能力之外还有输出。那我不知道官方会不会设计一个真实的天赋给新工兵统帅了，不过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是作为主将的，因为珍珠他要作为副将的时候才会有真实伤害，除非策划他是真的不打算再设计真实伤害统帅了，还是要回归技能伤害统帅的话，那么我前面所说的一大串各位就当做我没有说过吧。不过 AOE 的部分还是有很大概率的，
但是工兵最重要的还是行军速度啦，现在工兵统帅还是太慢了。那么以上就是新工兵统帅推出的时间推测，还有新的工兵统帅的技能猜测。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